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山，我是吴薇。今天呢，我们说个大家都喜欢的话题——中国的大熊猫。大熊猫那么可爱，不会有人不喜欢大熊猫。尤其这几天呢，大熊猫又成了中美两国媒体和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原因就是10月14号，两只大熊猫保利、青宝坐着专车离开了中国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从成都双流机场坐了专机来到美国的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他们要在美国再待10年，而且是旅美10年哈。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么多年国宝就是大熊猫，人人都爱大熊猫，全世界的人都爱大熊猫，而且呢还专门有一个熊猫外交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呢讲讲这大熊猫的故事，可是呢我不专注于讲熊猫外交。之所以让我讲这次熊猫这个故事的原因呢，是《纽约时报》在配合着这两只熊猫回到华盛顿这个新闻的同时呢，专门出了一个系列的调查报道。他们基于对10万页公开的科研资料、各种政府资料，包括很多对科学家的访问和对历史的回顾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标题就是熊猫工厂。这一听又不是一个让人特开心的话题了，但是熊猫的故事我一直要讲，今天咱们就讲讲熊猫。在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大声开会员了，还是请大家第一3连关注、点赞、评论、转发。第二就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成为我们大声会员，跟我们一起做更好的节目。你们的存在真的是对我特别特别大的鼓励。有的时候我一想，我有一些特别认真的、真诚的，而且特别特别关注我的各种内容的选题呀、具体的内容讨论的这些会员，我就特别的温暖。你们的存在其实是我持续做内容的动力。纽约时报当然是美国最好的报纸之一，甚至有的时候是最好的报纸。他们这次这个调查报道呢，是2个记者花了我相信蛮长的时间做的。他们这篇文章因为是跟中国有关，所以就全文被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了。它的全文就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链接我们也会放在节目的下方。我先要拎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熊猫工厂揭秘中国大熊猫保护计划。但是这个话题其实不仅仅是《纽约时报》写过，这篇文章呢勾起来我的很多回忆，包括我们团队，因为也都是一些资深的媒体人、资深的记者，大家说起熊猫其实都有一些采访的经验，而且有很多回忆。我呢就基于《纽约时报》这个最新爆出来的一些事实层面的这些角度，我也整合了，又再一次去回头看了，其实过去这20年中国的很多媒体做的关于熊猫的一些调查报道和采访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讲熊猫保护和熊猫这件事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基于中美的这个熊猫外交，也基于中国这么多年的对于熊猫的这种公众认知和国际交往的加强吧，其实有20多个国家，他们在科研上都跟中国有合作，一起来救助熊猫，一起繁衍熊猫。而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园，其实一直都跟中国有一个租借计划。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动物园从中国租熊猫1年都要给100万美金。而且现在呢，他们这个租借计划的目标是明确的，是要帮助中国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而且如果是做人工繁殖的话，也要目的是改善熊猫的遗传多样性。而最终的目的呢，是所有人都希望，公众也这么以为的，大熊猫最终会被放归野外。这样一个目标人人都希望实现，但是其实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先说几个我们都知道的关于中国熊猫的误区哈。第一，认为中国的熊猫是濒危物种，但其实这就是个误区。濒危物种这个定义早在2016年已经被去掉了，中国熊猫已经不再是濒危物种，已经是易危物种。
就是容易有危险的物种，但已经不是少到马上要消失了。而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在野外生存的大熊猫的数量是不少的。我们接下来再说这个野外和人工的问题哈，因为它的实际存在数量已经远远高于很多其他真正濒危的物种了。但是大家所有人的概念都认为是中国的熊猫是国宝，中国的熊猫非常少，因为稀少就要全力以赴的保护、救助繁殖。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是以美国的动物园为批评的目标和具体采访的针对来说，其实在租借大熊猫和拥有大熊猫的过程中间，动物园有大量的商业刺激和商业收入的这个追求。也就是说，这么可爱的熊猫，每个人都基于爱来爱它们，都觉得只要我去看熊猫，我去买熊猫纪念品，我去表达爱，我甚至24小时看熊猫都是能够帮助熊猫的。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反而是商业的推动造成了大量的熊猫因为要提供这样一种公众注意的持续性，还有要给各个国家提供熊猫，很多有机会放生野外的熊猫并没有被放生野外。也就是说，救助熊猫的目标已经从希望它们放归野外而转向纯粹的繁殖熊猫，越多越好。第三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就是《纽约时报》调查了1万多页文件，尤其是来自他们的国家动物园，还有呢，他们采访了过去几十年在不同的阶段参与了跟中国的这几个熊猫保护中心进行科研的这些科学家呀、兽医呀，这些发现整个这个宏大的熊猫保护计划在实现目标上困难重重，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而中美双方动物的林业的保护当局，这是中国这边的，美国这边是动物园，都对项目中的困难和失败进行了粉饰。很多记录、照片和视频，有一些呢是来自美国这边的史密森尼学会档案馆。这史密森尼其实就是美国最大的和最古老的国家动物园。美国科学学会的这些档案证明呢，这么多年熊猫救助一直针对的是繁殖，而误区是认为熊猫在野外不容易自我繁殖，而且说是熊猫交配难、生育难、怀孕难，一切都难。但其实因为要解决这些所谓难的问题，就做了大量的人工干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工繁殖。人工繁殖怎么做？就要麻醉公熊猫，人工取精，然后在非常短暂的这个雌熊猫发情的这几天里头，密集的大量的做交配，做人工繁殖。这对熊猫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几只熊猫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受到伤害甚至死亡的，至少有1只大熊猫死亡。纽约时报说，有1只大熊猫的直肠被烧伤，还有一些大熊猫在这个人工繁殖的过程中出现了呕吐和受伤的情况。而且人工取精的精子的时候呢，大熊猫是在一种浅层麻醉状态下，也就是说它们是清醒的。纽约时报给的证据是说，中国的一些大熊猫甚至在5天内被多次麻醉和受精，这频率远远超过科学家和专家的建议。纽约时报还说，他采访了很多的专家，大家可以看原文，说其实美国的动物园的繁殖工作在改善多样性方面的效果也很少。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经常送出来的这些熊猫都是基因已经在种群中广泛体现的这些动物，就是它们已经甚至产生近亲交配了。但是由于动物园这边对大熊猫趋之若鹜，中国就也很乐意提供。那么中国繁殖大熊猫还专注于繁殖幼崽，甚至呢政府和各个培育中心都给出明确的奖励政策。在2000几年初的时候，圈养大熊猫的数字已经为126只，现在已经超过了700只。而为什么会达到这么快速的增长呢？因为
所有的繁殖基地都以繁殖幼崽为目的。可是大熊猫作为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哺乳动物，其实它们就跟我们的人一样的，这个小熊猫就跟小孩一样，它生下来以后要有大量的时间跟母亲在一起，幼崽应该是被自己的母亲哺育和照顾，甚至训练，生存能力嘛，应该是1年半到2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要大量的产生熊猫可爱的小宝宝，谁都喜欢吧，那么萌萌的哈，从一个小老鼠似的，一点一点长大，长成一个肉团团，然后被人大家抱在怀里去照相，然后就在24小时的直播的状态下给所有人看的这些小熊猫，他们其实是一生下来就被强行从自己的母亲身边带走的。纽约时报甚至引了一个案例，说生下来的小熊猫要快速的从母亲身边带走，交给奶妈去喂。视频直接显示，这些视频都公开的，大家可以看的，只要你们认真去做统计的话，视频显示一个奶妈同时养了6只熊猫，但其实每一次熊猫生子最多生2个，一般都是生1个。那么生完孩子的妈妈被强行把孩子抱走，干嘛呢？让他快速进入下一次可以发情交配的状态。这个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浑身发凉。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管是增加繁育数量，还是人工介入希望多生几只熊猫，还是任何原因，这其实在事实层面已经是构成了虐待，把熊猫做成了繁殖工具。而第4点就是，由于这样大量的人工的介入，以繁殖为目的的所谓的科研，最初的目的就是希望熊猫回归的这件事儿，越来越不在政策和操作层面被提起了。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非常长哈，有大量的科学的采访和数据。当然他们的批评还不仅仅是批评中国，他们是批评整个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动物园以繁殖熊猫、拥有大熊猫、用大熊猫做商业展示为目的的这个操作模式，他们是全盘批评了。而且《纽约时报》骂美国的动物园骂的也很狠，可是他说到了根儿上的问题是来自中国这边救助大熊猫的这个政策和导向出问题。他提供了非常多令人心碎的细节，大家就可以看原文哈，我还是再讲几个。美国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有这个记录的自由，有说真话的自由，而且他们很多时候退了休以后，自己在自己的笔记里头的记下来的这些资料，现在美国的档案馆是可以让媒体获取的哈。我相信其实这样的笔记在中国的科学家里也有，但是《纽约时报》肯定拿不到，所以他们援引的是这个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的记录。说什么呢？说圈养大熊猫在交配过程中是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熊猫之所以交配非常难，几个原因：第一，母熊猫1年只有3天可以交配；第二，在交配过程中的公熊猫是会有很多行为异常的，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而且它们这个取精子也是非常难的。也就是说，从取精子到交配全要人工干预，而取精子的时候，甚至早期的时候，在中国是使用麻醉枪，要直接把熊猫给打麻醉了，而又不能完全麻醉，要用电击的方式刺激熊猫，射精出精子。这个过程，熊猫是非常痛苦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些动物在进行痛苦的手术的过程中，甚至是处于部分清醒状态的，而且一些中国的大熊猫在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状况下，5天内遭到了多达6次的麻醉和受精，这远远超过了专家建议的频率。纽约时报就说美国动物园这边的数据显示，在繁殖的过程中间，动物出现了很多异常的行为反应，而这些情况在中国的动物园或者培育中心是不是有呢？一定是有的，可是媒体不会说。还有就是
让人很受到刺激的是，《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个早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做过兽医的一个叫卡蒂洛夫勒，他就给了个引语说：“哦天哪，我在这里的工作其实就是把大熊猫的福祉和保护转化为经济利益啊！我们在不停地生熊猫来给动物园挣钱啊！”他说，在成都的科学家都非常过度而草率地使用麻醉。说有一次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在麻醉过程中他就冲过去了，把麻醉台的动物上给抱起来了，不要做了。还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呢，就是说只要在这个圈子里，就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压力和暗示，就是生小熊猫会挣钱。但其实在日常照顾熊猫的管理员也好，监控熊猫健康状况的兽医和科学家也好，其实心里都是了解事实情况的，也是爱熊猫的，然后都非常反对各种各样的人工受精手术。可是要是想在这个圈子里工作，就不太能说真话。那这个现象我相信《纽约时报》写的是美国圈子里的事儿，中国能少吗？说虽然最有危险的技术出现在人工受精这个繁殖计划刚起步的时候，但这种非常积极的主动介入的这个繁育方式呢，还是在美国的国家动物园和其他机构持续了很多年。但是中国也是一直在配合的，而且其实从柏林到日本到美国的大熊猫的这些科学家慢慢意识到这些手段的这些残酷性以后呢，其实至少是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可是中国的繁育研究中心曾经为了让一只母的大熊猫在生完孩子以后再次发情，强行把幼崽和母熊猫分开，这种状况到最近才略有改变。再举一个例子，说中国的研究人员用麻醉枪将大熊猫麻醉，然后把它们放在担架或木板上，科学家们在简陋的水泥房间里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将通电的探针插入雄性大熊猫的直肠，以便收集它们的精液。所以研究人员都把自己称为是精子队。而在这个被称为电刺激取精的技术中，科学家要给动物注射纯氯胺酮，这是一种强效镇定剂。一般来说，兽医是要把这个东西和其他药物结合起来用的，单独用这个氯胺酮会使动物产生焦虑和疼痛感，而且因为它是半清醒状态，熊猫是有明显的挣扎的。但是最后科学家的记录是说，精子样本很棒，精子数量高。还有一个女科学家叫霍华德，这个科学家呢90年代去的成都，现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还给她做了一个碑，把她当作女英雄。但《纽约时报》说，这个霍华德的日记写道，在一次采集的过程中，中国的科学家将电压升高了4倍，达到了不安全的12伏。引语：我们离开后，他们对雄性大熊猫平平使用了危险的高电压和太多次的刺激。该雄性熊猫后来大便带血，且稀软，好几个月没有食欲。柏林的一个学者就说，电刺激取精应该非常谨慎的使用，而且要用最低的电压，否则就会给动物造成相当大的伤害。纽约时报呢也试图采访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因为他们现在拥有全球1/3的圈养大熊猫，但是成都繁育中心呢否认自己用过任何过高的高压电或用任何其他方式伤害过动物。纽约时报还用了这个史密森尼档案馆的一个记录显示说，在一次检查过程中，美国的科学家意外地伤害了一只大熊猫的子宫。照片显示，人工受精的大熊猫出现了呕吐，而科学家还在记录中国西部卧龙繁育中心一只名叫雷雷的雌性大熊猫的受精过程中这样写道，也就是说，现在在卧龙受到伤害的雷雷，这个事实是我们从《纽约时报》去查阅美国科学家在中国做的
工作时候的日记得到的。那么我想问，我们中国媒体对熊猫在繁育过程中受伤的状态有提过吗？好像没有吧。现在我们来说《纽约时报》这个调查这么多伤心的事实，问题就来了。第一，大熊猫真的在野外无法生存和繁育吗？第二，真的要以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来增加数量吗？原因是什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关于野外是否能够自然繁育大熊猫，中国的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都是有明确的案例的。先说一个，我们之前采访过的，就是我们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的潘文石，他是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的熊猫之父的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哈，北大生物科学系的老师，但他多年在野外观测大熊猫。潘文石80年代就曾经在秦岭四川交界的这个大熊猫生存基地生存区做过多年的跟踪监测和观察大熊猫。他干的一件事情呢，第一件他要研究清楚是不是真的有竹子开花熊猫没吃的这件事儿。我们80年代的出生过的人都记得，当年有一首特别重要的歌，程琳唱的《竹子开花喽》，熊猫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然后说妈妈妈妈我没竹子吃。这个人人皆知，也是全世界人为什么要努力多年要给中国的熊猫捐钱的一个来源，就是中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呢，有2次具体的就是公众的讨论，认为因为熊猫在野外找不着竹子吃了，竹子都开花了，没有食物的熊猫在饿肚子，才引发了中国一定要救助熊猫，尤其要把熊猫从野外抱回来养的这个热潮。但是潘文石通过他在野外多年的调查证明，竹子开花是自然现象，在漫长的这个生物的繁衍过程中间，竹子的环境是始终存在的，竹子定期就开花，但是熊猫作为活化石一直存在到现在，所以竹子开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没有竹子开花这件事儿。熊猫也从来在野外不缺饲料，而且熊猫是杂食动物，它不光是吃竹子，它还吃什么都吃。第二点就是熊猫其实在野外是应该是非常有野性的，它是非常有生存能力的动物。可是现在以大量为圈养和增加熊猫为目的的这种所谓的繁育和保护，人为的剥夺了熊猫的野外生存能力。也就是说，你越养它，越保护它，越爱它，它越没有机会再去回到野外。第三点，这个潘文石当年就00几年的时候，就曾经写信给政府，反对2件事儿，一个就是反对中国做这种圈养的中心，直接上书到最中央，在他大力的呼吁之下，尤其他是给了很多科学的建议之下，才把这些所谓的人工繁育中心给停下来。但是潘文石说，其实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的是扩大熊猫的自然栖息地。他给出来了熊猫绝种的唯一原因，就是熊猫的自然的栖息地的缩小，因为人的生存环境，人的参与越来越多，适合大熊猫生存的环境在减少。那么如果保护住熊猫的生存的自然环境，然后让大熊猫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保持它们的交配能力，保持它们的这个母婴喂养的这个机会，又不缺食物，大熊猫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潘文石这么多年的一个研究观点。第二点，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熊猫繁育基地就是四川成都，简直把熊猫抱在自己的怀里，那绝对不能撒开。熊猫是不是珍稀动物？永远是。为什么？要是不珍惜了，成都还怎么表示它重要呢？第二个就是四川成都这么多年好像在说的繁育成功都是人工繁殖，但其实在秦岭在陕西是有熊猫的栖息地的，而且秦岭早早的就一直在
存在着野外生存的熊猫，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熊猫也没有被那么娇生惯养的，也一直生存的挺好。潘文石就说，如果把秦岭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模式给它扩大和复制的话，把大家所有花钱去建动物园和建繁育中心的这个精力和资源转向去保护扩大自然栖息地，熊猫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秦岭虽然有野外生存的熊猫，可是呢在宣传上是不讨好的。我查阅了一下2009年当时在北大生物科学院的教授潘文石告诉北京科技报，熊猫本来就是野生动物，我们圈养了那么多熊猫，早就应该赶紧放回野外去，人工养那么多没有必要。而且熊猫从来就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动物，潘文石在很多媒体都反复说过这个时候。当时06年的时候，全世界熊猫圈养221只，卧龙中国保护中心就有119只。而潘文石说1985年我在秦岭专门研究大熊猫的时候，那个时候秦岭就已经有野生大熊猫250只。95年的时候数量略有增加，到06年的时候最保守秦岭也已经有300只野生熊猫。而中国的熊猫其实分布在秦岭、岷山东南和西北，还有大象岭、小象岭、大凉山这几个山脉，所有这些地方的熊猫加起来至少有1500只以上。熊猫在野外生存能力差其实是错的，是圈养会造成熊猫交配的可能性降低。我查阅了一下2024年10月14号，也就是说3天前，新华社发了篇文章，当然它肯定是配合这一次新一轮的中美重启熊猫外交，要给一些正面的报道嘛。但是我们字里行间的数字来看哈，新华社说，现在这个中国公园研究院的副院长徐卫华说，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现在有野生大熊猫1340只。他又说，中国于03年启动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和放飞自然研究，先后将12只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目前存活10只。1340只熊猫野生的，然后放回去12只，存活了10只，说明什么？并不能说明野生的熊猫难以生存，说明从来没有把保护和培育的重心放在野化这件事情上。这个数字是小的可怜的。而另外一个数字，新华社当作正面数字来说的，中国与20个国家的26个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期间成功繁育大熊猫幼崽41胎，68个崽儿，全球圈养数量达到728只。但是如果按照科学家的结论是说，圈养的熊猫其实对熊猫的生育能力、繁殖能力生物多样性能力，还有它们回归自然成为能够独立生活的动物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到底现在的中国熊猫保护计划和全球的熊猫交流计划，到底是以生熊猫让大家高兴挣钱为目的，还是以真正的为熊猫的福祉为目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提出来的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巨大的产业链中，需求方是各家动物园，还有喜欢中国大熊猫的政府。中国一高兴送俩熊猫，让各国人民和政府高兴高兴吧。所以就老是说熊猫成了使者，是它是民间交往的使者，可是它去当使者这件事儿不是熊猫的自我意愿。第一，二，大家都喜欢这么好的熊猫，喜欢这么可爱的熊猫，然后就让它不停的生。我们现在连保护野生的猫猫狗狗、流浪猫狗，我们都知道，对流浪猫狗最好的保护就是先给它们做绝育，让它们在它们的生活中，猫生狗生中有完整的动物福利和好好的生活。可是为什么到了可爱的熊猫这件事儿，多生熊猫，生可爱的熊猫，然后让它们暴露在24小时的视频直播，让人人都爱熊猫这件事儿，就比熊猫本身的福祉更重要了呢？第三，就是这其中的巨大的商业利益，所有的人都黑不提白不提了。
我们都知道，成都现在是熊猫明星中心哈。你们去成都抱过熊猫吗？你们抱熊猫的时候是不是要穿1比1，然后坐在凳子上，左边一只小熊猫，右边一只小熊猫，像绒毛玩具一样抱着？这是完全的商业行动。谁问过熊猫他们喜欢吗？如果还有现在很多网民说喜欢24小时天天直播看熊猫，而且最喜欢的是那些人模人样的熊猫。你们没想过，当在野外那么有兽性，它是熊，它是野兽这样的动物变得人模人样的，是好事吗？它只不过是满足了你们的宠溺之心，这不是爱，这是害熊猫。熊猫成了人类的宠物了。媒体就是要点关键问题的。纽约时报在讲这个商业利益的时候呢，除了质疑美国动物园的这个卖票和募款，更重要的是公开了一个，其实是公开的报告，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2023年部门预算。这个报告大家看一下，我来念一下这个预算的头一段话。2023年熊猫基地的工作重点：一、加强党的建设。我就想问了，保护熊猫跟加强党的建设有啥关系？2、做好科学保护，切实落实动物饲养管理，夯实种群健康和繁育基础，压根儿没提放归自然这件事儿。3、积极策划旅游营销活动，促进旅游市场复苏。我们都知道2023年有什么事儿？中国疫情刚刚结束，所有的地方的公园在2年3年的封控中间都没收入，所以成都专门把促进旅游市场复苏搁在2003年的工作重点，然后就开始分享这个预算了，又好玩了，大家自己去看啊。成都的这个繁育中心的所有的支出和收入呢，我就点一个。科研预算按理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吧，花在熊猫身上的钱应该是最多的吧。实际的情况是，科研支出151.9万元，但是繁育中心的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预算，我也搞不着这是什么预算啊，反正是跟熊猫繁育没关系的，是2.2571.42万元。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繁育中心1年几亿预算花在熊猫科研身上的1点几，而这个2.2亿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环境卫生预算，它写的是比上年预算数减少了94.32%，变动的原因是受新冠影响，门票收入下降。而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呢？工资、津贴、绩效、各种社会保险，乱七八糟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预算。所以生熊猫、养熊猫、展示熊猫、卖票请大家来看熊猫，是四川的一个生意，是四川省的一张发展名片。反正跟熊猫本身的福祉没啥关系。可怜的熊猫啊，我那么爱它们，我们都那么爱它们，但是大家知道吗？熊猫成了地方政府的赚钱工具。这么可爱的熊猫，中国的国宝，谁也不希望中国最后变成一个熊猫工厂，就像《纽约时报》的标题一样。但现在其实实际的情况就是，中国为了维护这种熊猫外交，为了实际具体的商业利益，还有各个层级的科研机构这些自己的生存啊、官僚啊这些需求，完全把繁育熊猫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爱护和保护熊猫，应该支持它们回到野生环境，应该扩大熊猫自然的栖息地，让熊猫回归它的野性，回归它自然的繁育能力，而不是把熊猫变成人模人样的宠物，而不是以生熊猫为目的的亲子分离，让
雌熊猫在不断的繁育中间，其实受到的是虐待，也不应该把小熊猫一个一个当做绒毛玩具抱在怀里去卖钱，这些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如果爱熊猫，我们爱的应该是野生的自然状态下的有猫权的熊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